如果你需要一个桌面一站式稳定充电节点，它是靠谱的。但如果你追求同功率段最豪华的堆料，每一处都要看着舒服，那就别指望它给你那种奢侈感。各位大家好啊！测试篇我们已经把这个小米140瓦桌面充电站把它跑到极限了啊！现在该到真正见真章的环节。这台小米排插充电站外面看是排插加快充一体，其实里面是一套完整的大功率电源系统。它的电路架构任何一处偷懒，测试里早就露馅了。所以这期我们重点盯3件事：它为什么能在长时间顶住负载不掉档？文波测试里暴露的小边界根源究竟在端口、滤波还是在控制策略？话不多说，测为了解，拆为真相。我们开始拆解。这个排插充电站送了一根线啊，这根线是240瓦的，但是在实际使用中，这根线的兼容性做得不太好。我们先把它做拉力测试。3次测试下来，这根线仅能承受38.8公斤的拉力，大家觉得这个成绩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把这个外皮剥开，看看内部的配置。剥开外皮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内部有镀锡线做的平密网，但是这个网做的有点稀疏啊，有总比没有好。内部是铝箔的屏蔽层，还有2股抗拉纤维，这4根是信号线缆，2根红色正极，2根裸露的为负极。线材内部所有的线芯全部都是采用镀锡线铜丝，这个配置是没有问题的，内部还包含有抗拉纤维。那么它兼容性不好的问题，很大的原因就出在这个 eMarker 芯片内部。剪掉 Type-C 头的护套，可以看到内部有钢壳做屏蔽啊，还有钢印。拆开这个 Type-C 头子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单 eMarker 芯片的设计。这颗 eMarker 芯片适应型号是 2132T， 但是厂家的话我是没有查到的啊，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弹幕提醒一个。TPE 的外皮它是主燃材料，这就是我拆开的这个小米的240瓦 CC 线，它的内部所有的用料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拆完线材，我就是对这个充电站本体做个拆解。充电器、充电站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首先，我们把这根交流电源线给它剪掉。测试篇我就说过，这个线材配置的有点短，但是它内部的线芯的话，配置是够的啊，3乘1平方。充电站的面板是用双面胶粘在这个壳体上面的，上面有4颗螺丝，我们把它卸掉。直接把里面模块给它抽出来，前面一整块是铝制的散热啊，底部还有一块铝板散热。交流基线这里有绝缘防护，散热片之间有铜箔进行连接，这边还有一张，这个是后部插座的安全门，前面5角插座的安全门，前面这块铝板是焊接在主板上面的，内部还有一张灰色的导热硅脂贴。有一个塑料板做绝缘隔离。2个螺丝卸掉就可以拿出这个适配器的模块。模块本体上还有一张铝制的散热片，大量的散热硅脂贴，这个散热确实也是下了功夫的啊。还有一张黑色的麦拉片做绝缘，这下面就是插座的模组。有3个螺丝把壳体固定。看一下内部的插座模块啊，插座的过载开关250伏10安，也就是2500瓦的。零青铜的插座簧片，厚度是用了 0.4 毫米的，都是 0.4 的啊，这个规格是够用的。壳体的塑料全是 PC 的主燃材料。充电器模块大量的蓝色的导热硅胶啊，这个板子上面的胶我已经把它清理干净了啊，
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充电站的模块，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这台小米140瓦排插充电站，外面看是排插加快充的一体，但里面其实是一套完整的桌面高功率电源系统。它走的是主流高功率架构，前端把交流处理干净，把高压供电稳住，中段用高效率的主电源把能量送到低压侧，最后由每个充电口各自独立降压、独立跑协议。说白了就是主电源负责扛，端口电路负责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充电站真正容易翻车的不是参数表，而是插多台设备，功率会不会乱跳，协议会不会掉档，温度会不会顶不住。这些问题最后都要回到主功率平台的冗余度和充电端口设计上。后面的章节我们就要看它到底是靠硬件余量把稳定性扛住的，还是靠策略把它限制在保守档位里。接下来按模块给大家讲解，证据都在电路里面。先从输入端讲起，这台充电站能不能长期扛住负载不断档，地基就在 EMI、整流和 PFC 这3步。首先是深圳蓝宝安科电子 3.15 安250伏慢容保险丝，负责过流保护，避免更大的连锁损坏。蓝宝安科2003年成立，主营电路保护器件与保险丝类安全产品。第一级小型绕线式供膜电感，配合东莞晨曦电子 0.33 微法275伏安硅 X2 电容，这是第一道 EMI 滤波。晨曦电子2014年成立，专注电子元器件生产与销售。还有第2级同带式供膜电感，体积更大，阻抗更高，等于再加一层滤波门槛。整流部分采用深圳沃尔德实业贴片式整流桥，6安1000伏。沃尔德实业2010年成立，专注半导体分离器件的研发与销售。整流后用2颗1微法加1微法的薄膜电容，配合1颗绕线式滤波电感，组成派型滤波电路，把高压母线的纹波和尖峰再压一遍。2颗薄膜电容，厂家未知。浪永益智这里还有1颗未知厂家的 NTC 热敏电阻。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路，控制芯片用的是台湾力奇科技出品，型号 RT7333，负责把功率因素拉上去，同时把直流母线升到工作电压。力奇科技1998年成立，专注于电源管理 IC 产品以及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。德国英飞凌半导体出品库尔莫斯 P7 系列大功率开关管，型号 IPD6022180P7S， 做 PFC 开关管。英飞凌1999年成立，全球领先的功率半导体大厂，前身为西门子集团半导体部门。旁路保护2极管 ES5J， PFC 整流2极管 MUR560， 厂家未知。再加1颗缠耐高温胶带的 PFC 电感，这一整套就是标准的 BOSS 的 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路。最后是高压储能滤波，东莞君康电容出品，33微法450伏，高压电解电容4颗，总滤波容量132微法。君康电容2005年成立，主营铝电解电容研发生产销售。PFC 把高压母线铺平之后，真正决定效率和温升的就是这里的 AHB 不对称半桥电路，这属于高功率桌面电源很成熟的玩法。AHB 控制芯片用的是台湾力奇科技出品的 RT7795MN， 负责整个电源的开关节奏，什么时候开，开多久，怎么调占空比，怎么限流等等。旁边有1颗君康电容的22微法50伏电解电容，专门做偏置滤波，给控制芯片提供启动和工作需要的干净电源。主功率开关管则用了2颗深圳伊诺赛科半导体出品的 70TK240B 氮化镓开关管。伊诺赛科2015年成立，致力于第3代半导体硅基氮化镓研发。协正能量传递用东莞晨曦电子出品的 0.68微法
250伏谐振薄膜电容参与工作，配合高频变压器把高压能量高效送到次级。变压器初级4个引脚，包含辅助供电绕组，次级是加粗的双引脚输出，便于大电流输出的压降与温升控制。隔离与安规方面，有2颗 Y 电容，一颗是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陶瓷贴片 Y 电容，特瑞祥科技2014年成立，国内被动元器件行业领先企业。另一颗是蓝色的不知名的 Y 电容，规格是220匹法加470匹法，反馈控制采用经典的431基准芯片，加一颗台湾亿光电子的121019光电耦合器，负责闭环调节，让电压电流输出稳定在目标值。亿光电子1983年成立，全球 LED 封装领域核心企业之一。次级整流这里还是台湾力奇科技出品，型号 RT72201同步整流控制芯片。驱动2颗江苏捷捷微电子出品的 SL1006P 同步整流 BOSS。捷捷微电1995年成立，专业从事半导体分离器件研发制造。2颗君康电容出品的固态电容1640微法，用来压纹波、抗顺态。真正决定兼容性、并发体验、功率分配的，就是这一套端口级 DC-DC 加协议控制电路。一颗南京威盟电子出品 M16203A 稳压 LDO， 负责给协议、控制等低压逻辑芯片供电。威盟电子1999年创立，主要从事电源管理类芯片研发与销售。C1、C2 口属于主力高功率输出，由深圳英吉新科技出品的 IP2738U 负责协议，并控制2路降压拓扑。功率设定140瓦，英吉新2014年成立，专注于高品质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芯片研发和销售。C1 和 C2 口2路半桥 back 拓扑，采用的是上海蓝星科技出品的 SC8002 作为 DC-DC 控制核心。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，是一家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。2路半桥 back 拓扑，一共4颗深圳荷拉半导体出品的 AER4051AP 做开根管，配合2颗环形电感卧室安装，完成能量转换。荷拉半导体2018年成立，专注电源管理 IC 及功率器件研发与销售。充电口输出端还有2颗深圳冠宇半导体出品的 KS4039 作为 V-bus 控制。冠宇半导体2017年成立，一家技术驱动型功率半导体器件设计公司。2个充电口电流采样，用2颗 R205 分流电阻做电流检测与线流依据。输出滤波方面，2路配置君康电容的220微法35伏固态电容3颗，用于压纹波、稳顺态。A1 口走的是小米私有快充路线，协议芯片换成英吉新 IP2736U， 功率 buck 配置跟 C1、C2 口是一样的，区别在于 V-bus 控制换成了捷捷微电的 Q3008A。 输出滤波固态电容是2颗，最后 A2 口是低功率稳定口，使用无锡新坛微电子出品的 NDP14301这颗 DC-DC 降压 IC， 配合环形电感，将母线直流电压降为5伏3安，滤波则是用100微法 6.3 伏固态电容。新坛微电子2015年成立，专注电源管理领域各种芯片研发。兄弟们，这台小米140瓦排插充电站，优点是真硬，缺点是真的省。我们先说优点，把它的底盘立住。第一就是电源架构选得对，功率冗余是够的。它用的是台湾力奇科技成熟的高功率平台，所以你看到它在高负载场景能稳住，不是靠短时间冲刺，而是这个底盘本来就是按长期输出去设计的。毕竟有的厂家已经把这套架构做到160瓦，在这里做140瓦，功率冗余度肯定是够的。第二，4口是4路独立降压输出，这一点我必须给满分。主电源负责供血，4个口各管各的降压和协议，逻辑非常工程化。这种架构的好处是并发时各口互不拖后腿，协议适配也更细，掉档概率更低，这就是充电站该有的架构。第三就是散热这块做的规矩，内部该关胶的地方灌了胶，再加上导热硅脂贴合，再加铝板把热扩散出去，这不是摆拍，是为了让它在持续输出时温度别失控。很多产品卷峰值，但热路径一塌糊涂，这台至少在散热实现上是按照桌面长期使用的思路在做的。缺点咱们也不避讳啊，都把它说出来。第一，同级别同架构对标，用料节省太明显，你看得见的地方就能感受到寿命件的选型，部分关键位置的器件可追溯性，以及本来可以更豪华的余量配置，它都偏向了够用就行。
这不是说明它不能用，而是它的用料气质不像同级里那些堆到舒服的选手。第二，让我更不舒服的是，空间的冗余是足够的，但是滤波措施做得太抠门。它的机身并不是极限小体积，按道理说端口级的滤波和细节更容易做得漂亮，但某些端口的波形和边界控制实际表现没有那么的优雅。不是说它不安全，而是它省的地方刚好是纹波控制光感和边界漂亮程度的地方。这台小米140瓦排插充电站优点是架构成熟，4口独立，散热规矩，适合当桌面长期主力，但缺点也很直白，同级对标省得明显，尤其是滤波和细节余量不够讲究。兄弟们，这台小米140瓦排插充电站它更像桌面供电中枢，充电部分的取向是稳态优先，架构上能扛住长期使用，拆开看也能看出它把关键位置做的规矩，不是那种跑分一时爽用久就露怯的类型。排插本体这部分其实很多人关心安全底盘，它内部用的是 0.4 毫米铜排，并带过载保护开关，壳子也是 PC 阻燃外壳，属于该有的东西都有，做法也合格的那一类。作为排插，它不是摆设，是真的能当桌面排插长期用的，但是它的成本分配很明确，关键的位置不敢省，细节豪华感就没有那么讲究。最典型的就是线材啊，别人的充电站交流线都是给到 1.5 米左右，它的就这么短。配套的 CC 线内阻偏大，实际使用中会出现偶发功率爬不上去，兼容性不够顺的情况。这期拆解看取向还是一样的，关键的位置不敢省，非关键位置能省则省，这就带来一个现实结果，整体稳定性没有问题，但在同级设备里谈用料豪华感和数据细节的漂亮程度，它确实不属于最顶的那一档。尤其是本来可以更讲究的滤波和细节余量，它选择了更克制的方案，你可以理解为成本分配，也可以理解为产品定位。所以我给出的最终评价是，如果你需要一个桌面一站式稳定充电节点，它是靠谱的，但如果你追求同功率段最豪华的堆料，每一处都要看着舒服，那就别指望它给你那种奢侈感。车是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车载客观输出。我是李火车载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